大雄一夜间成了岛主，要分给静香一个大别墅，但却只给胖虎和小夫一个厕所那么大。难道这就是兄弟如衣服，女人如手足吗？世界上最残酷的事情，莫过于零花钱就放在你面前，却已不是原来的数量。这事儿忍不了，必须抗议。可爸妈貌似更上火，全家都在为了房租而吃土，就因为这块土地不是自己的。按大雄的脑回路，当然是问蓝胖子要造土地的道具了。可是就算有，造好了要放在哪儿呢？空地吗？连大雄这种脑子都知道这是自找没趣。不过这倒启发了蓝胖子，陆地上已经人满为患，但海洋上还有无限可能。比如说造一座新的岛屿。大雄完全听不懂，但他表示我不懂，我骄傲。蓝胖子只好自己解说了。地球内部滚烫的岩浆自海底喷发后，遇到冰冷的海水就会凝固堆积，最后形成火山岛。大雄的理解能力也就仅限于此了。再讲下去，喷发的可能就不是岩浆，而是大雄的脑浆了。爸妈还在为了房租的问题长吁短叹，可大雄的牛逼已经吹上了，有我在，房租不再愁。然后就和蓝胖子实地考察去了。事实上，他连火山带是什么都搞不懂，但干就完事儿了。蓝胖子也是个马大哈，带着大雄一个信仰之跃，差点淹死才想起来他俩的人设是旱鸭子。用上空气栓和深海乳霜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不会游泳了。万事俱备，两人再次潜入海中。大雄没兴趣听蓝胖子的解说，直接开冲，险些没在海沟边上刹住车。这要是掉下去了，这集就变成海底2万里了。蓝胖子刚要科普，大雄绷不住了，你以为解释了我就能听得懂？蓝胖子只好拿出岩浆探测器，开始和大雄一起寻找岩浆。岛还没个影子呢，大雄已经开始幻想土地分配和起名的问题了。既然和胖虎、小夫兄弟一场，分给他俩厕所那么大，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静香毕竟是媳妇儿，给1000平方米也不过分吧。接下来就是名字了，叫大雄岛对蓝胖子好像有点不够意思，那是叫耶比多拉岛还是多拉耶比岛呢？大雄陷入了选择恐惧症之中。大雄的体力和耐力都燃尽了，还是没找到岩浆。宝宝累了，宝宝走不动了。还好蓝胖子没走2步，岩浆探测器就鬼畜的叫了起来。终于找到了。蓝胖子安装好强力熔岩机，然后一路狂游逃到了海面上。喷发的岩浆带动海水越升越高，两人带上竹蜻蜓躲得远远的，见证了火山的初步形成。晚饭时间，大雄又忍不住在爸妈面前吹了一波耶比多拉岛。妈妈还以为今天的饭给咱娃的脑瓜子吃坏了。蓝胖子一开口，爸妈才相信了这件事，这还真是亲生的呀。第二天，大雄一张小嘴到处叭叭，先是给胖虎和小夫画饼，让他们把他伺候的舒舒服服的，然后又把老婆哄得心花怒放。大雄回到家，发现耶比多拉岛已经上新闻了，两人立马动身。果然，这座火山岛已经完全冷却成型了。他俩还没高兴过3秒，就发现岛屿早就被各种企业盯上了。大雄和蓝胖子不乐意了，岛主在此，你们速速离开。可政府人员突然空降，宣布这座岛屿属于日本国土。蓝胖子他们再怎么样也不能和国家争土地呀。回到家，面对满心期待的爸妈还有小伙伴们，牛皮吹破的两人彻底束手无策了。到底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建造真正的无人岛呢？小伙伴们有建议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一封信为什么能让静香抛弃约会对象，转而牵起了大雄的小手？一封信又为什么让蓝胖子看完后直呼太害臊了？这背后的写手到底是谁？距离叔叔把一套上好的图鉴送给大雄已经3个月了，可大雄却一心只想白嫖。老妈勒令他今天必须把感谢信写出来，否则就要老拳伺候。大雄在书桌前都快憋出内伤了，才写出了3个大字：书不错，我喜欢。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没文化真可怕。蓝胖子只好掏出模范书信笔来帮大雄，笔一碰到纸，大雄的手就开始自己写信了。不仅字迹优美，内容也是没得说，成功的过了老妈这一关。寄完了信，大雄还想再写几封，却遇到了他最不想见的人——学霸。虽然他只是在跟静香聊物理化，可在大雄眼里，他俩就是在眉目传情。大雄只觉得头顶有一片青青大草原。自知不如学霸会说话的大雄忽然有了个好主意，跑回家拿起模范书信笔，闭着眼睛就开始给静香写信。蓝胖子接过信一读，好家伙，这写的都是啥？全是限制级内容。别说蓝胖子读不下去，大雄自己看了都脸红的像个番茄。原来是因为年龄刻度调成了成人，大雄只好用小学生的语气再写一封。这次的信一开头就正常多了，而且还很诚实的描写了大雄本熊，又呆又丑，又笨又懒，小气鬼和色狼都沾点。大雄听了真是老心扎铁。可是
接下来的内容却让蓝胖子读不下去了，哽咽了好一会儿后，哭得稀里哗啦的。大雄自己看了信也嚎啕大哭起来，这么感人的信的作者竟是我自己啊！蓝胖子是个合格的辅助，一张超快速送达邮票，让邮递员直接来到了大雄家里，把信直接送给了还在和学霸散步的静香。静香读了信之后，感动的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学霸更是感叹：香香，看来还是大雄更爱你，只留下自己45度角仰望天空，不让泪水流下来。静香一跑来就主动牵起了大雄的手，还要来个2人散步。蓝胖子不仅露出了姨妈笑，然而大雄像极了见光死的网恋人，满嘴都是大白话，跟信里写的完全不一样。静香都开始怀疑那封信到底是不是他本人写的了。长与不长，却是无话可说的你我间最远的距离。回去的路上，学霸又出现了，见静香一下子就被调走了，大雄的头顶可真是万马奔腾。奔现失败的大雄回到家就开始大哭特哭。蓝胖子决定见招拆招，让大雄拿上模范信件笔和本子去找静香。大雄来到静香家，把信塞给静香，就头也不回的走了。静香本来还在抱怨大雄写的是一套，嘴上又是一套，可一读到信就泣不成声，扔下学霸就去追大雄了。静香一路找到了河边，才终于遇到了大雄。他早知道静香会来，嘴角都快咧到耳根子了。静香再次牵起了大雄的手，他愿意和大雄再续前缘。画风突然向着二人心中的方向突变。闺房中，大雄一直玩命写，静香一直含泪读。大雄怕一张嘴又得玩完，只能埋头苦写。看到这男默女泪的一幕的蓝胖子也救不了大雄，追妻路漫漫，还得自己争取啊！小伙伴们，如果跟蓝胖子玩石头剪刀布，你会出什么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妖兽了！雨水形成的水沟里竟然出现了海水鱼，甚至还有一头神秘怪鱼，差点让众人全军覆没。难道是尼斯湖水怪重现人间了吗？属于孩子的约会，老爸非得来当电灯泡。看着老妈做的丰盛午餐，静香也拿出了亲手做的爱的便当，现在就差老爸的烤鱼了。你说咋这么巧？小夫拿着全新法国进口自动鱼竿也来了。小夫老爸表面上来客气一下，实则来凡尔赛自己的全自动鱼竿，给老爸整得老脸通红。老爸强撑着说钓鱼跟鱼竿无关，可就是鱼竿挂树上这点时间，对面已经上钩了，拿着成果来显摆，还不忘嘲讽：哎呀，你钓的鱼都放生了吗？就这点功夫又上钩了。小夫也过来怼大雄，这下两人干上了，对赌谁钓的鱼大。可老爸认为钓鱼重在享受，不在于鱼的大小。这时老爸这面上钩了，看着架势是条大鱼，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，竟然是辆玩具车，真是啪啪打脸了。小夫又开始使坏了，告诉大雄后山池塘有大鱼哦。社会很单纯，复杂的是人。大雄还真就上套了。静香还没来得及享受花海，就听到了奇怪的传闻，这里其实只是个水沟。小夫有政策，蓝胖子有对策，说着就拿出了复原光线，它可以让任何东西变回原材料。说着就拿着饭团一照，就变成了水稻和梅树，只需要一丢丢原材料就可以变回一个整体。说着又拿出煎鱼饭团，变出了3条煎鱼，可煎鱼是海水鱼。蓝胖子又掏出海水之源，这样水洼也能变大海。有了对策，大雄立马就像打了鸡血，说着就照了鲑鱼饭团，本想留一只做烤鱼，可大雄太弱，接着又把香肠变成了猪，肉丸子变成了牛，都给静香看傻了。大雄吓得一个平地摔，道具被甩出，把便当照了个遍，这下热闹了，野餐直接变牧场。老爸这面终于上钩了，可这海水鱼是咋回事儿？小夫拿着刚钓上的大鱼来炫耀了，谁知老爸当着他们面现场钓了头更大的。觉察到这片水沟不简单，小夫直接上装备，来到水中央。小夫老爸一通扫描，水下果然不简单，架好道具就等愿者上钩了。装备先进就是厉害。小夫这面要把大雄的口粮都钓光了，看着对面与自己的差距，大雄是真慌了。这时老爸终于有动静了，可鱼竿都断了，大鱼也没钓上来。看着水中的巨型身影，小夫直呼鲤鱼成精了。老爸再次套上鱼饵，蓝胖子也拿出升级喷雾，只为让老爸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可这鱼的真身到底是什么呢？小夫老爸一通扫描，好家伙，竟然有4米长。就在小夫一行人在寻找大鱼踪影时，翻船了。还有大雄老爸即使钓到了这头鱼，可就算200斤外加250斤的重量级选手，也不是大鱼的对手。众人跟鱼玩起了拔河，大鱼顽强抵抗，眼看众人就要被拉入水中，蓝胖子膀胱一扫，
掏出斗牛食人偶，把牛魔王和二弟吸引了过来。大熊抓准时机，牢牢抓住尾巴。大鱼的反抗差点把蓝胖子五马分尸了。在斗牛士的自嗨与众人的不懈努力下，大鱼终于被钓上了岸。得救的小夫几人也想看看这水中霸王，可大熊举起鱼竿，竟然只剩下金枪鱼三明治了。原来蓝胖子的二手道具还有时效，原料又变回便当了。那么小伙伴们觉得这场比赛谁赢了呢？